最近这一年，你有没有发现，世界好像越来越乱了？叠加的冲突、频繁的经济危机，还有各种不确定的新政策，让新闻看的人心里担忧。可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个地方特别引人注意——新加坡。有人惊呼，它居然风平浪静。而更让人意外的是，有越来越多人的钱开始悄悄涌向这里，不是为了炒股，不是买房，而是直接换成了新币。为什么新币让这么多人感到安心？到底是什么支撑起了它的稳定性？在国际动荡中，新币成了资金的避风港吗？今天我们就用最新数据和逻辑，带你一步步看穿这个新币密码。首先，我们来看看最硬核、最能反映趋势的证据——数据。截至去年年底，新加坡银行体系里的新币存款总额已经接近9500亿新元。这是什么概念呢？9500亿新元相当于新加坡几十年的财政结余，还超过了多个主权基金资产的总和。不仅如此，这个数字已经处于新加坡历史上的存款高位区间。但更让人关注的不是绝对数值，而是它的增速。过去一年，新币存款同比增长了 8.9%， 与此同时，外币存款的同比增速却仅仅是 3.6%， 差不多只有新币的1/3。注意，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变得更有钱了，也不是全球经济突然好转，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动选择把手里的钱换成新币，然后存到新加坡的银行里。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全球资金的流动并非随机，而是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很多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投票选择了新币，这是短期的现象吗？绝对不是。关键数据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更长期、更深刻的趋势。从去年11月开始，新加坡的新币存款月度增速基本稳定在 5% 以上，甚至在某些月份还差点接近2位数的增长。要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在全球经济向好的情况下出现的，而恰恰是在全球经济降温、市场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发生的。那么回头看看当时全球的经济环境是什么样的？利率整体在回落，没有明显的高收益吸引力。而尽管大量资金还试图追逐一些短期的高收益目标，但那些市场的不稳定性确实让人对其望而却步。于是这些资金最终选择了涌向新币市场。为什么会这样？答案非常简单，这些资金不是冲着高回报来的，而是为了寻求两个更重要的东西：稳与信。资本最害怕的不是回报低，而是回报没有保障。而新币正是以高度的稳定性和市场信任度击败了那些让资金左右为难的选择。稳定真的是一种硬核竞争力。大家都知道新币够强，但到底强到什么程度？让我们直接看汇率数据。新加坡元对美元的汇率目前大约是意思约等于 0.78 到 0.79 美元，这已经接近10年来的高位区间。这也意味着新币的购买力比很多亚洲货币更稳定，不会让人有那种一觉醒来钱缩水一截的恐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生活中，比如出国用美元成本更低，手里的新币能买得更多。与此同时，这种稳定更成为投资者看重的一点。无论市场如何动荡，新币的价值能够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基本稳定。但新币的强势不仅体现在美元对比中，我们再来看它在亚洲内部的表现。比如说，新币对日元的汇率达到了意思的约等于120加日元。当前日元近期的大幅贬值，大家耳熟能详，而新币却几乎没受到任何影响。再比如，新币对韩元的汇率长期处于10年高位区间，即便是与人民币的汇率比拼，新币也保持了小幅优势，同时也没有其他货币那种大幅波动的风险。这让人们发现新币不是暴涨型货币，但它胜在别人摇晃的时候，它基本不动。为什么新币在全球动荡里能表现得这么硬核？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的独特角色。其他国家的央行常常是事后救火型，通胀高了再加息，汇率崩了再临时喊话。但是新加坡的 MAS 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它以管理汇率为核心，设立了3层调控手段：汇率的坡度中心值和波动区间。通过这些精准的工具， MAS 不需要用突然的政策宣示来打压市场，而是提前规划好新币走势，确保平稳的缓慢调整。MAS 这种对金融的持续掌控力，让新币的走势几乎没有突发波动，市场参与者无法轻易赌方向，因为 MAS 的政策逻辑并不是短期变化可以颠覆的。这对大量资本形成了天然的吸引力，大量资金流入后也不会轻易被吓跑。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本身的经济状况也为新币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国家长期财政状况稳健，主权财富基金运作良好，这些全部让新加坡不需要通过牺牲货币信用去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而新加坡也没有通过通胀去稀释债务的需求。简而言之，新币一旦稳住，
就没有非贬值不可的结构性压力。很多人可能会疑惑，把钱换成新币存起来，是不是只有富人才会做的选择？其实完全不是。从存款分布来看，高净值人群、新加坡普通家庭、送企业主甚至公共部门的新币存款都有显著增长。大量普通人存钱其实不仅仅是为了保守，而是因为在如今不确定性高涨的全球环境中，安全感显得尤为珍贵。到此，我们可以说，新币没有必要去争夺避险货币的全球名额，它不会取代美元，也不会成为危机中暴涨的资产，但它在亚洲内部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稳定、安全、可控。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称为亚洲区域市场的中转避风港。简单点说，新币的波动率在大多数亚洲货币中也是最让人放心的一种。好了，今天新币话题差不多到这里吧。听了这些，你是不是对新加坡和它的货币有了全新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你的看法。你会选择把钱放在新币之下吗？为什么？还有，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会持续为你更新有关新加坡的内容。我是阿明，我们下期再见。